家好，我们知道 SD-WebUI 里边有很多的一些插件是可以去使用的，方便我们去做图。那 ComfyUI 里边同样也有很多插件也可以去使用，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几个 ComfyUI 里边常见的一些插件。当然，我不建议大家一上来就下很多的插件，因为 ComfyUI 和 WebUI 它的插件的特点是不一样的。WebUI 里边你可以看一下，你安装好的插件，比如说像这些插件它是有非常直观的一些界面显示，就是你需要点什么功能，你直接点点点就可以了。但是 ComfyUI 里边你安装好的插件，它是以那种节点连接节点的形式来呈现的，并不是那么明确，而且有些功能它有重复性，所以说不是一次性建议大家安装非常多的一些插件。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，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实用的几个插件，就是这几个插件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 Manager， 它是一个插件管理器，比如说像插件的一些安装、更新或者是缺失啊等等，都是可以用这个插件进行查找的，就是非常实用。那这个插件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先进到它的这个官网这边。然后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，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。那这个插件怎么安装？来到这里之后，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图标，这个 code 我们点它，然后这里有一行命令，我们进行复制。复制好了之后，我们回到这个文件夹这边来，然后进入到 ComfyUI 这个文件夹，点进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自定义节点这个文件夹，我们点进去。然后进来了之后，我们鼠标右接，在终端中打开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在终端中打开，那你就在这个地方输入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，按 Enter 键，也可以进入这个窗口。来到这个窗口之后，你输入 Git clone，就是这行命令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我们刚刚复制的这行命令粘贴到这里，好了之后再 Enter 键进行运行，它会自动帮我们去下载这个插件。下好了之后，这里就会多出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这个插件的文件夹。好了之后，你点就是关掉就行了。然后这是第一种安装方法，还有第二种安装方法，就是在这里你可以直接去下载它的一个安装包，然后我这里就不下载它的安装包了。你下载好了之后，你要进行解压，解压之后同样是放到这个文件夹，就是这个自定义节点这个文件夹里边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好了之后，我们回到这个界面，然后重新启动我们的这个 ComfyUI。那我先把这个后台关掉，重新去启动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然后你下载了 Manager 那个插件之后，它这个地方就会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按钮，像原来的这里是没有这个按钮的。我们把这个多的删掉，会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按钮，我们点击它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头的一些功能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像这个就是一个插件列表，然后它跟这个是要同时用的。这个呢，它是使用本地的一个，就是说插件列表。如果你勾选呢，就是使用本地嘛；如果不勾选，那就会连接到远程的一个服务器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点它进来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就有非常多的一些插件，可以在这里看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放小一点。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搜索，就是搜索你需要的一些插件，然后这里你也可以进行过滤，就是安装了或者没安装或者更新啊等之类的，可以在这儿过滤。然后每个插件它后边这个地方，就是如果是没有安装的，你就点这里 Install 进行安装就行了。如果像这个插件你是安装过的，它后边是这样显示的。然后这个呢是禁用，这下边这个呢它是卸载。如果这个插件它有更新，它还会多一项，就是那个 update，就是更新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字样，就是这一块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掉，这是插件的第一个，我们又放大一点。然后这后边这个呢，它是一个更新检查，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进入到这个里边去更新，就是这里边去更新的。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勾选一般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是一个检查，就是你缺失的一些节点，就是插件嘛。比如说哈，我在这里加载一个别人一些大佬的一些就是工作流，那这个是我之前生成的一个工作流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再使用这个 Manager，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就会帮我们去查找到了，就是我们缺失这个 SDXL 的一个提示词风格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插件，你可以在这儿进行安装就行了。然后同样的，它这个就是这个流程这里边你也可以看得到，它这里会显示红色的一个字样，就是说明是你缺失的，就是插件，明白了吗？那这个就是这个缺失的插件的一个查找，就是非常的方便，我觉得很实用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呢是模型的一个安装，
就是这里你可以找到你的 XL 等一些模型、大模型啊、LoRa 呀，或者是 Embedding 啊等之类的一些模型的一些下载，你可以点这后边进行下载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我大的一些模型我是不建议在这个地方进行下载的，还是在 C 站或者是 Hugging Face 上边去下载。下载好的一些模型你就放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。你回到这个就是 ComfyUI 这个目录里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Models，你把你的模型放到这里边就行了。大模型是这个 Checkpoints 这里边，然后 LoRa，然后这里就是非常的方便嘛。然后我们再往下，这里呢是一些更新，这是更新所有，然后这是更新 ComfyUI，这是一些更新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预览方法，它就是在我们生成图片的过程中，每一次降噪都会有一个预览图。如果你这个地方你想生成图片快一点，那你就选择这个 None，就是无，就是非常快。如果你想就是看到这个预览图，那你就选择这个自动，就是这块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就行了。然后这下边这个标识，这个标识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建议大家选择这个的，就是 nickname 这个标识。它会把这里的这个插件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插件的名字，它就会标识到这个地方了。如果你是无，它就没有；如果是这个，它就会标识这个插件的名字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缺少什么插件，就是也是 OK 的。这个就是第一个 Manager 这个插件，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插件，就是这个界面汉化的一个插件。我们知道，就是整个界面它是以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界面，那对于英文不是特别好的来说的话，就不是那么友好了。本来这个要求也比较高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进行汉化的。那这个插件怎么去安装？我们先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，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 GitHub 上边。来到这里之后，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图标，然后你点它，我们可以复制这行命令，跟刚刚是一样的，就是 get 拉取。然后我们复制好了之后，回到就是它的这个 ComfyUI 的根目录，然后找到这个自定义节点，点进去，都是刚刚这里。然后我们鼠标右击在终端中打开，没有就在这里输入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，按 Enter 键。然后来了之后，我们输入 get clone。然后把刚刚的那个命令复制粘贴到这里来，然后再 Enter 键，它就会自动进行下载了，就是跟我们刚刚是一样的，它会下载这个 Translation 这个就是文件。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安装方法，以下的一些插件安装方法都是一样的。第二种安装方法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回到这个 ComfyUI 这个界面，还是在这个 Manager 这个，我们刚刚不说了，它有个插件的安装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头进行查找吗？然后我们点它，这里有一个插件列表，点进去，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搜索，我们把这个名字就是输入一下插件的名字，然后在这里我们点击这个搜索，它就可以搜到这个插件了。如果你没有安装这个插件，你点后边那个 Install 进行安装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二种方法。然后这两种方法不行的话，那你就回到就是它这个官网这里，这里还有一个压缩包，同样你可以就是下载这个压缩包，下载好了之后进行解压，解压过后的那个文件，同样是放到这个文件夹，就是自定义节点这个文件夹里边，就是放到这里来就行了。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插件的一些安装方法都是一样的。还是建议大家使用就是直接 get 拉取的这种方式去安装。然后我把这下边这几个就是插件我都把它下载一下。好，这几个插件的一个安装都行了，安装好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关掉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几个插件的一个文件了。然后好了之后，你重新启动你的 ComfyUI 就可以了，就重新启动。我又可以把我这边后台关掉，然后重新启动。好，这个是这个插件，那这个是我原来的这个插件，那我就先关掉了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是有一个图标的，这个是没有图标，然后你把它关了。然后这是现在的插件，我们先清除一下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几个插件到底是怎么样的。第二个界面汉化的这个插件，它到底怎么去使用？比如说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已经是汉化过了，因为我之前使用的那个工作流它有这个汉化的一个功能嘛，所以这边已经汉化了。如果你还没有进行调整，它应该是这样一个英文的一个界面。比如说，我们加载一套工作流，就是默认的工作流，它每个节点的这些名字都是英文。那这个怎么去汉化？这旁边有一个设置，我们点这个按钮，然后往下。然后这里有个 translation language，然后这里你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语言，那就中文吧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马上就进行了汉化，
就是这里非常的方便。那这个插件其实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在里边儿，比如说我把这个清空，然后我还是切换成英文，我加载一下我之前就是做好的那个工作流，比如说这个之前做的 SDXL 的工作流，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儿，这里我的这个节点的名字是已经改了，就是正向提示词、反向提示词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点这个汉化之后，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，它是以原来的那个节点的那个名字，然后去汉化的，就是这个。而且我们再切换回来，它没办法还原了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说它这里有一丁点的小 bug，所以你在改名字之前，你先这里进行了汉化，然后你再去改这些就是节点的一些名字，那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汉化的这个插件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。第三个是这个提示词中文的一个插件，就是我们在输入这边的这个提示词的时候，那英文不好的，就是输入英文的话，英文不好的可能就不行。像我们的那个 WebUI 里边不是也有很多一些插件，就直接输入中文就可以了吗？它会自动进行翻译。那这个怎么去弄？我们先清空，就是这个插件，这个插件它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们鼠标右击，然后新建节点，然后这下边有一个这个节点，然后这四个就是这个插件的内容了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名字是这样的一个名字，所以这四个我们都打开看一下。比如说这个是拓展图像、姿态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基本上是这五个就是内容大的一个板块。然后像这个绘画呢，你可以在这里去涂鸦，就是这样去涂鸦。就是方便我们在比如说用 ControlNet 它的一些涂鸦的时候就可以。那这里我们就先不说，我们先把它清除掉。然后这个一样的，这个是就是谷歌的一个姿势图，也是 ControlNet 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。然后我们也先就是关掉。那这三个有什么作用？我们先清空一下，然后去加载一套工作流吧。我们点击这里加载默认的工作流，就是这个纹身图。然后我们把刚刚的那几个就是请出来。第一个是这个条件里边这里有一个clip 文本编码器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调一下位置。你看这个 clip 文本编码器是不是跟这个 clip 文本编码器很像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它是在这里直接输入的这样的一个正向提示词，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可以去输入提示词的，比如说我们就输入一个女孩。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文，它这个上边它会自动帮我们去识别这个语言，然后翻译成英文，就是 翻译成英文，所以这上边我们是不动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替换掉，就是这个，我们先把这个删除嘛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儿来，这里重新去连一下，连接好了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去选择模型，我们就随便选一个模型嘛，然后我们再点这里开始训练，其他我们就默认。你可以看一下用这个能不能去跑出图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一个女孩的一个图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可以输入中文，直接用这个。那这个是这样的。那上一个视频我们说 SDXL 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就是它的提示框这里的这个提示框，然后输入的这个提示词提炼出来了，对吧？我们先把这个还原，还原成之前的那个。这是之前的那个 clip 文本编码器，上个视频我们不是那么说的吗？这个鼠标右切，然后把这个文本转为输入模式，然后在这里去添加了一个元节点，就是添加了个元节点，在使用工具里边然后这里有个元节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文本连接到这里来，对吧？我们上个视频是这样的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输入它的一些提示词了。那么像我们这个中文输入提示词这个插件，它是怎么样的？还是新建节点，然后这个link 节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文本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翻译文本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翻译文本去替代这个原节点，就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文本的这个节点连接到这儿来，这是一个正向提示词的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，就可以替换那个原节点了。我们可以在这里去输入一个女孩，
就是这样的，它会自动翻译成英文，然后翻译好了之后再传输到这个文本编码器里边，就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中文是看不到英文的，有时候可能翻译的不是那么好，或者是不是我们想要的，对吧？那这个插件它还有个功能，还是鼠标右击新建节点，然后这个它这个拓展里边有一个预览文本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节点连接到这个翻译文本这个节点里边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它这个中文的这个输入，然后它就会在这里显示英文，就可以进行预览了。我们还是这样，我们点击生成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一个图片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已经翻译了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，那你去运行了之后，它这里也会运行。然后你觉得哪个地方不对的，那你就把这里的提示词复制好了之后，放到这里来重新去更改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个功能，这是我们的第3个提示词中文输入的这个插件。我们再看一下第4个，就是 SDXL 提示词风格预设这个插件，它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同样，我们先清空这里。我们先清空它，然后清空了它之后，我们鼠标右击，然后新建节点，然后在实用工具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有 SDXL 风格化提示词，然后点它，然后这里它就是这个节点，它这里就是风格，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风格，就是之前也给大家去讲过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些风格，你可以在这里去搜索就是你想要的风格，比如说动画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是正向提示词，这个是反向提示词。当然这些风格的话，你想添加自己的或者想删除啊等之类的，在哪里？我们回到就是这个自定义节点这个文件夹这边，然后找到这个 style 这个文件夹，点进来，然后后边这3个就是我们风格预设的一个东西了，是用一个 JSON 的一个格式。然后你鼠标右击，你用一个文本编辑器打开，这个太少了，我们换一个。换一个这个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风格，就是每个风格都是用这种大括号去把它括起来的，而且风格之间是用这种逗号隔开的，可以看一下。但是最后这里就是你写完了之后，这个大括号在最后的时候是不要再去加逗号了，不然会报错。然后中间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风格的名字，然后正向提示词、反向提示词，你就按这样的一个格式去写、去添加或者是去删除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风格里边，比如说像这个动画的这个风格，对吧？然后它这里有一个 prompt，然后外边有个大括号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一个占位符。然后具体的，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看。比如说，我们这里已经选择了就是这个动画的一个风格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利用我们刚刚的那个这个插件，然后它的一个预览文本这个功能，然后我们连接这边的正向提示词，我们连接过来，然后我们点这里运行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呢，它就是这个风格的正向提示词，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 prompt 那个括号它是没有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是一个占用符，它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正向提示词输入框，下边这个是一个反向提示词输入框，因为这里连接的正向提示词嘛，所以我在这里输入一个 one girl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字样，然后我们再去运行，这边是没有 one girl 的，我们再去运行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它这样就加入了一个 one girl 了，因为我们这里只是一个风格，那你肯定这里需要去有什么东西，你要去描绘一个东西是什么风格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占位符的一个作用。你自定义的时候是一样的，你就是去输入一个这样的一个占位符，但是在反向提示词里边，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没有这种占位符的一个设置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把这个连接断开，把这个连接到这儿来，就是负向提示词这里边，然后同样我们先把这里清空。然后我们先去运行一下，这个是它常规的一个负向提示词，我们在这里去加入一个提示词，这是反向提示词框内加一个，然后我们点生成，它是自动去添加的，所以它不需要有占位符，这是这样的，你就按照这个格式去编写你自己需要的那个风格预设就行。然后下边这里风格不用说，这个是记录提示词，它什么意思？你点开它有一个 yes 和 no， 然后 no 呢，它就是说你在生成图片的时候，它就是在这个后台，它不会去显示就是这些提示词。如果你选择这个 yes 呢，然后它生成图片的时候，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去，就是说显示这些提示词，就是这样的。
我们先把这里清空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SDXL 风格预设的这个节点怎么去接入我们之前的那个工作流里边。我们先清空，然后同样我们先加载我们之前做好的那个 SDXL 的一个工作流。不会的看我上一个视频。然后它这个是我们的提示词，对吧？那我们鼠标右接，然后新接节点，然后这里使用工具 SDXL 风格化提示词，点它，然后就是这个东西。那这个节点就是这个原节点，我们是不需要了，不需要它了，我们把它删掉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放过来，那这里的正向提示词我们就连接上边，就是连接到这里正向提示词里边。然后这个反向提示词，对吧？然后下边 Refiler 模型里边是一样的，正向提示词我们连接到这里，然后反向提示词我们再连接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选择我们想要的一个风格了。选好了之后，在这里我们可以输入正向提示词、反向提示词，就是这里我们就可以运用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想把之前的这个插件，就是提示词中文这个插件运用上的话，就是连接到这里边，怎么去连接？我们同样在这前边，然后新建节点这个，然后它有一个文本，然后翻译文本就是这个。那这个节点和这个节点怎么去连接起来呢？那它的一个正向提示词，它就得就是弄出来，对吧？然后我们选中这个节点，鼠标右接，那我们就把正向提示词就是改为它的一个输入模式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反向提示词也是改为输入模式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就是文本连接一个这个，同样的这个反向提示词，我们可以复制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本，然后把这个连接到负向提示词里边，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输入中文了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去新建一个节点，然后使用这个插件，然后它这个扩展有一个预览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预览连接上，就是这个点和这个点连接上，然后下边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个预览，这个和这个连接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给它一些颜色去区分，你可能会就是更明确一些。这个正向提示词我们就用的绿色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预览的文本我们也用绿色。这个是反向提示词的，用的是红色。下边这个我们也用红色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改了，就是这里的标题，这个后边一点。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正向提示词，正向提示词。然后这个我们可以改成反向提示词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个你想改颜色也是 OK 的，改一个自己喜欢的吧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的这个提示词的组，我们可以把它删掉，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吧，就是编辑组，然后移除。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组，添加这个分组，然后我们把这里框起来。那么这个我们再改一个名字，编辑组，然后标题，这个地方标题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改成提示词，就是稍微你自己整理一下这个版面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去输入你想要的一些提示词了，比如说一个女孩。然后反向提示词我就不输入了吧，然后这个风格我就选择这个动漫的风格，然后不改了。其他的这个是之前就调好了的，然后这个是1024×1024的出一张图，然后这些我默认，我生成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风格去生成的一些图，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插件，还是非常有用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插件，是一个自定义脚本，是一个辅助工具，它有什么功能？比如说我们回到这边，然后这里设置这里边，然后往下滑，然后这里
在自定义节点中添加子菜单，就是它有这个功能。我们看一下到底这个怎么去用的。我们先清空一下这个，等一下我们先保存一下吧。然后保存了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清空。我们鼠标右击新建节点，这里有个加载器，然后我们这下边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有个 PYSSS 这样的一个标志，就有这两个，一个是 LoRa， 一个是 Checkpoint。比如说，我们就点击这个大模型的这个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大，我们再加载一个原来的，就是那个 Checkpoint 这个，它两个有什么不同？也就是这个插件，你可以点开这个大模型，这里选择。那这些模型的话非常的多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查找起来不是特别方便，因为有一些大模型你可能不记得它的名字，或者是不记得有没有下过，然后不是特别好查找。但是像这个就是这个插件，然后加载了之后，像这个节点你点它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里就非常方便了。这个是 SDX 的大模型，点进去，然后比如说动漫大模型也是点进去就非常的方便。那像这种就是怎么去设置，它跟我们之前 WebUI 是一样的，去建一个文件夹就行了。就是你在你的就是回到这个 ConfUI 的这个根目录，然后找到 Models， 然后进来之后这里有个 Checkpoint， 然后点进来，你在这里去建一个文件就行了。比如说像我之前的，因为我没有下载嘛，就是放到那个 ConfUI 里边那个模型，我是共用的那个 WebUI 里头的模型，我的模型地址是在这个里边。就是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的模型，然后我就建了一些文件夹，然后建好了之后，你把相对应的一些模型丢进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好了之后，你使用这个节点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边就帮我们进行了分类，就是非常的方便。而且你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像我点这个国风3的，然后它后边这里带星号，就是这里带星号，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览图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模型它的一个预览图了。因为像其他的一些模型我没有加载图片嘛，所以它没有。那像这种预览图该怎么去设置？是跟那个 WebUI 的设置是一样的。就是在这里边，然后像这个国风3，对吧？然后这里我就放了一个 PNG 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进去，你图片一定是 PNG 格式的，然后它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跟模型的名字要一样，然后中间这个 Swift AI 和这个不用管，因为那个是我用之前的那个 Swift AI 助手，它拉取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字样，不需要有，就是名字模型的名字要一样就行了。然后它这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览图，最好这个预览图你放正方形的。就是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比如说像这里我选的这个模型，然后我们选中这个鼠标右击，我们还可以查看信息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就这里查看各种样的一些信息，就是 Swift AI 上边的。当然，像 LoRa 是一样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，往下滑，这里有一个吸附网格，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选中这个节点的时候，它下边你可以放大一点，是有这样的一个网格的。然后但是你放节点的时候，不一定就是放到正确的一个网格的一个位置。比如说这样，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去调整这个网格，就是去吸附它。然后这是这个，然后我们往下，然后这个它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一个相当于我们 WebUI 里头有一个插件，就是 Tag 自动补全的那个插件。然后你点这里自定义语句，然后这里点加载。稍微等一下，它这边就已经加载好了，就是它相对应的一些翻译。然后你在这个保存、关闭，然后我们比如说加载一个默认的工作流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去输入提示词，对吧？那比如说这空的，我输入一个1，它会帮我们自动去补全一些，就是提示词完根了，你看到没？我都没有打完，它会帮我们自动去补全，就是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。再往下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连线渲染模式，然后它现在是曲线，也就是这个可以看一下节点的连线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曲线。然后你可以点改，这儿有直角线、直线等等，你可以根据这个喜欢，然后去改。比如说我改成这个直角线，然后关闭。你动一动你的这个画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就变成这个直角线了。相对于来说，我觉得这个直角线更工整一些，当然看自己喜好嘛。那这是这个功能，然后我们再往下，我们看到这里在菜单显示图像，就是这里是可以显示图像的。然后这个图像面板位置，然后还有以及顺序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这里是下，你可以选择下，
左右它什么意思？比如现在显的是左，对吧？我这个地方是隐藏了的，就是你鼠标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图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图标。你如果是有的话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是放在左边的，因为我刚刚选择左边。然后比如说我再去生成，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是随便生成的一些图片，然后你可以点这个地方，它这个面板是放左边的，然后这里还有它的一个顺序。如果我们这里是正序，就是这样的；如果是倒序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后生成图片是在下边，就是如果是正序，那后生成的图片就是在上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。而且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点到这个地方，它是可以把这个放大缩小的，看到没？然后还有这里也是可以，就是去调节，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点。然后回到这儿，我们先把这个清空，我们能够在这里做些什么？比如说，我们鼠标右击新建节点，然后这里有个图像，然后加载图像。比如说我们在纹身图的啊之类的啊等等，对吧？我们要上传图片，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片拖过来，就可以直接上传了，非常的方便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我们把这个先删掉。还有一个是，你把这个图片直接往这里拖，你就可以看到生成这张图片它的一个工作流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是可以这样的，所以还是比较就是实用的。那么这几个插件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。我觉得用 ComfUI 的话，那可能这几个插件是避免不了的，因为会节省我们很多的一些时间嘛。那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。